当绝对权力遭遇自然法则时，会发生什么？读完这一章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马伯庸为什么选择荔枝？不是因为杨贵妃的传说，不是因为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句浪漫，而是因为荔枝有一个致命的特点：3日必变质。这个时间限制不是人为设定的，是自然规律。你可以贿赂官员，可以伪造文书，可以推诿责任，但你无法贿赂时间。荔枝不会因为你是皇帝就多保鲜1天。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权力可以扭曲很多东西，但扭曲不了物理规律。荔枝的保鲜期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权力的边界。在日复一日的权力游戏中，人们往往忘记了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协商的。李善德是民算科出身，对数字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。当典座拿出香积袋的借器时，他立刻就发现了问题。器上明言这功德一共200贯，月生福报4分，2年还契，本利结纳该是392贯，怎么写成438贯？这种精确的铜板的计算能力，让他在经济陷阱面前保持了清醒。但同样是这个李善德，却没有仔细算过从岭南到长安的路程和时间。5000里路，荔枝3日变质，这个数学题其实很简单，根本不可能。就像韩城后来说，5000里路便是神行太保1日也走不了500里。为什么他能算出利息的猫腻，却算不出差遣的死局？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算学和算计本质上是2套完全不同的认知系统。算学是客观的，1+1等于2，不容置疑。它处理的是已知条件和逻辑推理，追求的是精确性和确定性。但算计涉及的是权力游戏，你得猜测别人的动机，得理解潜规则，得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能说。它处理的是人性、欲望、恐惧，追求的是策略性和灵活性。李善德精通算学，但不懂算计。他以为荔枝间是肥差，以为领导器重他，以为签个赤牒就能发财，这些都是算计上的失误。他的悲剧在于用算学的思维去理解算计的世界，就像用尺子去测量人心一样，注定要失败。这种认知分裂在现代社会更加明显。我们培养了无数个李善德，技术很强，但不懂办公室政治；数据分析很准，但不理解用户心理；逻辑很严密，但不会讲故事。他们相信数字，相信逻辑，相信公平，但现实世界往往不是这样运转的。贴黄这个细节在整个故事中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。表面上看，贴黄只是文书修改工具，把仙字改成尖字，但深层次想想，这不就是权力系统操控信息的缩影吗？当李善德发现真相时，他却如同被雷折，那居然是个仙字。荔枝仙和荔枝间只有1字之差，性质可不啻天壤啊！改1个字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李善德以为接的是荔枝间的肥差，实际上是荔枝仙的催命符。他被蒙在鼓里，还沾沾自喜地签了字。刘蜀令的冷笑更是充满了黑色幽默。荔枝间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？那东西在口味供库里车载斗量，用得着咱们提供吗？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操控有着深刻的哲学意味。福柯曾说，权力不仅仅是压迫，更是生产。生产知识，生产真理，生产主体。贴黄改字就是权力生产真理的过程。在李善德的认知里，荔枝间就是真理。直到贴黄脱落的那一刻，这个真理才被推翻。这让我想到现代的信息茧房、算法推荐、深度伪造。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，其实你看到的信息都是被筛选过的，你的选择都是被引导的。古代用贴黄改字，现代用算法改认知，
权力操控信息的手段在变，但本质没变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操控往往是隐蔽的。李善德如果不是意外发现贴黄脱落，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真相。我们在现代社会中，又有多少贴黄是我们看不到的呢？文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写，李善德在司农寺查到了荔枝差遣的流转记录，发现他在上食局、太府寺、公事使和岭南朝集使手中都待过，然后才送到了司农寺，而司农寺卿二话没说，直接下发给了上林署。这个流转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踢皮球游戏。每个部门都知道这是个死局，但没人敢直接拒绝，只能往下传。这里面有个残酷的逻辑，责任向下传递，权力向上集中。为什么最终是李善德接盘？因为他是从九品，最好欺负，因为他急需钱，容易上钩，因为他不懂权力游戏，不知道怎么拒绝。这让我想到社会学家查尔斯·蒂利的风险分层理论。在任何组织中，风险总是向下传递的，上层享受收益，下层承担风险，这是权力结构的基本逻辑。现代社会也是如此，公司决策失误，背锅的是执行层；政策制定有问题，埋单的是基层执行者；产品设计缺陷，道歉的是客服人员。这种风险传递机制让权力者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做出决策，而将后果转嫁给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。但这种转嫁是有代价的，当底层承担了过多的风险，而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和资源时，整个系统就会失去稳定性。李善德的困境也许正是整个唐代官僚体系问题的缩影。天宝14载6月初1，贵妃诞辰，这个时间设定充满戏剧性的张力。历史上，天宝14载是安史之乱的前一年，盛唐的最后一年。荔枝3日变质，盛唐气象也在变质。李善德的个人危机映射的是整个王朝的危机。但更深层的意味在于，这个截止日期带有强烈的仪式感，不是因为荔枝本身重要，而是因为这代表着皇权的意志。皇帝说要，那就必须要，至于能不能做到，那是你的问题。这种时间压迫体现了权力的一个重要特征，它试图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制。权力者往往认为，只要意志足够强烈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。但荔枝的保鲜期提醒我们，有些限制是不可能突破的。海德格尔谈到向死而生的概念，人只有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，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。荔枝的3日期限就是这样一种向死而生的隐喻。在不可改变的时间限制面前，人的选择才显得格外珍贵。这种时间压迫在现代社会也很常见。老板说下周要，产品经理说明天要，客户说今天要，时间成了权力的武器。但问题是，当权力者提出不可能的时间要求时，承担后果的往往不是他们自己。韩城是个很有意思的角色，他提出合离的建议，用商业思维分析李善德的困境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，这是陈周末旧账，止损是最理性的选择。他在笔部常年查账，知道商家有一种账目叫做陈周末旧账，周已见陈，旧无可救，唯有止损而已。从纯粹的利益计算角度，他说的对，继续消耗资源去救一艘正在沉没的船确实不划算，与其让全家都陷入危险，不如及时切断联系，保全大部分人的安全。但这种理性有一个问题，它把人也变成了可以计算的资源。妻子、孩子、家庭关系都成了需要止损的成本。当韩城说出合理这2个字时，如重锤一样狠狠砸在胸口。李善德感受到的不仅是建议的合理性，更是这种合理性的残酷。
现代社会也面临如此的困境。我们越来越习惯用经济思维思考所有问题，包括感情和道德，什么都可以量化，什么都可以交易，效率至上，成本最小化，投入产生比等等，这些原本属于商业领域的概念，现在被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韩城的建议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，既然无法改变游戏规则，就只能在规则内寻求最优解。这种悲观主义是理性的，但也是残酷的。杜甫说：“去岭南走一趟。”这话听起来很傻，明知是死局，为什么还要去？但仔细想想，这可能是唯一的出路。杜甫的逻辑是：你去都没去过，怎么就轻言无解？我是不懂数无，可你也无解不是？左右都是死局，何不试着听我这不懂之人一次，去岭南走过一趟再定夺？这段话里有一个关键的洞察，信息不对称是权力的基础。所有人都说不可能，但如果你是唯一一个实地调研的人，你就有了信息优势。这让我想到创业和创新的逻辑。为什么有些看似不可能的项目最后成功了？不是因为创业者比别人更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去验证那些别人认为不值得验证的假设。杜甫的建议还有一个深层含义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反抗，即使最终失败，至少你是在主动的选择失败，而不是被动接受失败。这种主动性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人的尊严。萨特说过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，但人有选择如何存在的自由。杜甫的建议就是在提醒李善德，即使你在最绝望的情况下，你仍然有选择的自由。当然，这种理想主义也有其局限性，它往往忽视了现实的残酷性，忽视了个人力量的有限性。但正如杜甫后来吟出的诗句：“俯身试千奇”，有时候仅仅是尝试本身就足够了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涉及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：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。韦伯区分了两种理性，工具理性，也就是技术理性，和价值理性。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地达到目标，价值理性关注的是目标本身是否值得追求。李善德的算学能力属于工具理性，但他缺乏对权力游戏的价值判断。这种分离在现代社会更加明显。我们培养了无数个李善德，程序员写得了代码，但不懂人文精神；科学家能发现真理，却剥离了伦理关怀；工程师能解决技术问题，但缺乏个体尊严。这种分离的根源在于，我们在教育中过分地强调了技术训练，而忽视了人文素养。我们教会了人们如何做事，但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做人。但这种分离也有其合理性，毕竟让每个人都成为权力游戏的高手，社会的运行成本会大大的增加。也许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李善德不懂得算计，而在于这个社会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算计。李善德现在面临3个选择：韩城的合理，切断损失，保全家人；杜甫的实地调研，去岭南寻找可能。还有第3种选择吗？我觉得马伯庸在这里埋了一个伏笔。荔枝确实3日变质，但是否有其他的保鲜方法呢？历史上杨贵妃确实吃到了荔枝，那是怎么做到的？技术突破、路径优化，还是权力系统的某种默契？这个悬念可能就是整个故事的关键。这让我想到哲学中的可能性概念。海德格尔说，人的存在是可能性的存在，我们不是固定的实体，而是不断展开的可能性。李善德的故事就是关于可能性的故事，在看似绝望的情况下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关于荔枝的，也是关于人生的。当我们面对看似无解的困境时，是否还有我们没有想到的可能性呢？我想，
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意义。它提醒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寻找新的可能性。荔枝不会因为你是皇帝就多保鲜一天，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响。在一个权力扭曲一切的世界里，时间是最后的民主。不管你是九品小吏还是皇帝，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，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。荔枝该坏就坏，人该老就老，该死就死。这或许就是马伯庸想要表达的深层寓意。即使在最黑暗的权力游戏中，也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被扭曲的，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。但这种希望不是被动的等待，而是主动的选择。就像杜甫说的，俯身试千奇，即使明知不可能成功，也要尝试一下。不是因为成功的可能性，而是因为尝试本身的意义。李善德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但他的困境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启示。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，技术能力是必要的，但不是充分的。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算学的精确，更需要算计的智慧；不仅仅是工具理性，更需要价值理性；不仅仅是适应规则的能力，更需要质疑规则的勇气。最终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荔枝的保鲜期是3天，但故事的意义可能会持续1000年。长安的荔枝第1章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期待下一期第2章与大家的思想碰撞。我们下期再见。